大家好，欢迎来到六花堂，我是柳花 Loka。今天为大家选读的是誰が好き？没错，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你们家宝贝心中到底喜欢谁？是爸爸呢，还是妈妈呢？我们准备了3个选项，第一个是 wasabi 点心面和星星卡牌，第二个是咖啡饼干和信件卡牌，第三个是费南雪小蛋糕和幸运草卡牌。请大家用直觉选一个选项，也可以让小朋友或毛孩帮忙选哦。那我们就开始吧。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选择 wasabi 点心面和星星的朋友，你们家的宝贝到底比较喜欢谁？那因为怕大家中途混乱了，所以男左女右，左边我放了代表男生的米奇，右边我放了代表女生的米妮。那我们开始看咯，先直接看结果，到底比较喜欢谁？这个题目其实我自己想要算很久了，因为我自己超级想要知道到底喜欢谁。我们来看一下哦。好哦。我会觉得哦，选择第一个选项的朋友，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喜欢，妈妈，就是可能女生那边。为什么这么说呢？但其实这两个如果说要来比较的话，其实还蛮难比较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看一下哦，就是男生这边就爸爸这边哦，这是 Five of Wands， 就代表好像感觉就是打架或吵架，那可能就是他在孩子的心里面会认为，爸爸一直都是有点凶，或是有点威严的存在哦。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哦，对不对哦？因为其实像我们华人社会里面，其实本来就是这个样子。OK， 好。那因为他会觉得爸爸有点可怕，就是一直在吵架，或者是你知道有点凶的感觉。那妈妈这边呢是圣杯3倒着的，圣杯3倒着。那圣杯3倒着，我觉得他会比较像是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寂寞，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喜欢妈妈，因为他比较没有那个所谓的惧怕感，只是说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会是想要多跟你玩的，就是多想要跟妈妈玩的，跟吃吃喝喝啊，玩乐啊，放松心情的聊天啊，可是似乎日常生活没有能做到所以他会觉得有点寂寞，然后会期待一点跟妈咪共乐的那种心情。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如果说我们要促进亲子或是宠物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改善？看看吧。
这一张我再出个补充牌。OK， 好，奇妙，非常奇妙。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是力量的牌哦。那各位有没有看到？就是你看这边有个很像是蜜蜂吗？就是我对昆虫不熟哦，就是一个小蜜蜂，然后它在逗这个狮子，有没有看到？那这张牌呢，其实我会觉得它出现在这边的意思是，我会觉得你可能对小朋友可以再多一点的技巧的去跟他说话，或者是去面对他，而不是直接跟他硬碰硬。好，这是就是爸爸这边的一个建议哦。那你可能要多一点的也可以多教导他一些智慧。那或者是说，跟他说，有时候我们其实面对一些人，我们可以不要只是用蛮力，或者是一直用感觉那种权威哦，去跟对方说话。那其实有时候我们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也许可以大大的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那这张如果是毛孩的话哦，我觉得非常明显，他就是多跟他玩，就是再多跟他玩这样子。那可能就是例如说可能在家里面大声，因为我觉得这张可能也有可能就是家里面比较多，就是例如说可能爸爸讲话比较大声一点啊，或者是说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争吵啊，感觉好像爸爸就因为宠物猫还不知道嘛，所以他想说哇，宝宝为什么讲话这么大声？他觉得有点害怕这样子哦，或者是说他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可能爸爸逗他玩，那他可能不知道是玩，然后他觉得好像是要跟我吵架这样子哦，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多跟他有一点就是玩乐的性质哦，就是去跟他玩，然后不要就是让他觉得说好像有点恐怖这样子 ，OK。那我觉得妈咪应该是个对孩子很认真，而且平常自己还蛮忙的一个妈咪哦，辛苦了。那这3张牌加在一起的话，甚至有时候会觉得，也许妈咪会有点严格，然后没有给小孩太多的空间。那其实孩子会希望比较多的跟妈妈一起玩啊，或者是说多一点跟妈妈独处的空间，能够独享妈咪哦。因为这魔杖4它倒着的话，就代表其实有点不太想要有其他人的家人在。那圣杯8呢，它是一个人就是要出门的一个图像。所以我同时也会认为孩子是希望妈咪多给他一点的信赖跟独自完成一些事情的一个肯定，这样子。那如果是我觉得如果是毛孩的话，我会觉得是相反过来，就是如果是毛孩的话，我觉得会不会是平常你们可能都在上班，都在忙，那有时候可能毛孩一个人在家里面待着，那他真的会觉得，就是你看就是这个是他，然后你们每一天就是都出去就出门嘛，那他就是一个人孤单的等在这边的感觉哦。然后还有就是他其实很希望是可以大家一起跟他一起玩，就是有没有这边？我觉得妈咪旁边围绕好多有没有小朋友好多，
就是好多的毛孩，就是希望可以一起玩啊，可是他却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实现，所以建议就是可能假日的时候多带毛孩出去走走，然后可能虽然我知道有点困难啦，但是就是例如说可能在家里面装一个可以对话的麦克风之类的，那偶尔就是跟他说说话之类的，好不好 ？OK， 那我们这一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二个选项，选择信件跟咖啡饼干的朋友，你们家的宝贝到底比较喜欢谁？直接来看咯。那左边我放了米奇的牌当做爸爸，右边我放了米妮的牌当做妈妈。直接来看到底他比较喜欢谁。再一张补充牌。OK， 这一组是妈咪的胜利，耶！我真的觉得，就是我现在算到第一组、第二组嘛，我真的觉得爸爸们要稍微加油好吗 ？OK， 好，来我们看一下哦。这个是钱币4。那这张牌呢，其实它是代表的是说，可能爸爸有点固执，就是然后就是有点固执，然后我觉得可能甚至有一点就是小气的成分在里面哦。OK 哦，爸爸选到这个选项2的不要生气好吗？OK， 好，那就是所以他会觉得是说，就是你看哦，就是这是爸爸，然后他就是要跟爸爸拿东西，然后爸爸感觉就是有点不是那么想给这样子，或者是说就是会问很多理由啊，就是那所以你用这个钱是要干嘛？那你买这个也就是是要用做什么这样子，就是很多问题。那再来就是真的是十分固执，就是固执。讲很多次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妈妈这边哦，好，妈妈这边的话呢，我会觉得，小朋友会觉得，或是毛孩会觉得你是很尽心尽力的妈妈，就是，其实小朋友或者是毛孩，他们其实都看在眼里，就是你有在努力的为他们做很多的事情，而且不会轻易的离开他们，就离开他们，就是不会轻易的离开。那还有就是小朋友跟你在一起是没有负担的，是轻松的，然后也觉得跟妈咪在一起就是妈咪会帮他担很多的事情，就是感觉天塌下来也有妈咪这样子。OK， 所以
是妈咪的胜利哦。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如果要改善亲子或者是跟自己宠物的关系，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呢？看看。我先直接出一个补充牌。OK， 那我们出妈咪这边的。哦，哇哦，好。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爸爸这边的建议哦。这2张牌啊，我第一个感觉会是，这张虽然是judgment， 就是，审判的牌，它其实是一个重生复活的一个牌，但我觉得这个牌面让我感觉到的是，他可能很想要看一下爸爸的表现，就是爸爸在可能例如说工作上啦，或者是平常跟爸爸去玩球啊，或者是就是看到爸爸酷帅的一面这样子。那我会觉得爸爸多表现一下自己例如说就是我以前可能是篮球校队的呀，或者是说你看爸爸玩游戏很厉害或者是说就是其实爸爸什么昆虫都懂，就是把自己的厉害的点跟小朋友展现一下，我觉得会不错。OK， 那第二个呢，就这补充牌，我会认为有时候可能爸爸你在对小朋友讲话的时候，可以尽量不要这么的讲求效率，讲求理性，然后讲究逻辑思考，就是多一点的感性啊，多一点的聆听啊，然后多一点的包容，我觉得可以大大的改善亲子的关系哦，好吗？那我觉得同样对毛孩也是这样子啦，就是多一点的包容，然后可能少一点的指令，那多一点的陪伴，这样子，很不错。OK。等一下，我可以补充一下吗？因为刚刚讲到毛孩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好像类似罐头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应该，我觉得它应该是鼓啦，就是你知道那种小天使嘛，就是会敲鼓啊、敲锣啊，然后吹笛子啊什么的。但是我这边我一直觉得看到是罐头，所以我觉得爸爸你可以买一些好吃的，我觉得有趣、新奇、好吃的东西给毛孩，说不定可以得分这样子。OK， 你看，就是哇，爸爸好棒哦，拿罐头过来给我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妈咪这边哦，妈咪这边很棒诶，我觉得，这边我有点感动诶，就是其实我觉得小朋友他知道你很努力，然后很照顾他，那所以他会希望妈咪是
你看，这是世界的牌，就是他希望妈咪也可以更多的实现自我，然后他很希望妈咪也可以多照顾自己，然后把自己变得很美很美这样子。对，就跟这个牌面上面的这个 lady 一样吗？很美，然后翩翩起舞。那我会觉得，是不是妈咪你在照顾孩子或是照顾毛孩的时候，就是你都忘了 take care 自己呢？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请你多多的照顾自己，好不好？因为其实小朋友或者是毛孩看在眼里是会有一点点心疼的哦，好吗 ？OK。好，那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到这边结束，谢谢。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组，选择幸运草跟费南雪小蛋糕的朋友，你们家的宝贝到底比较喜欢谁？那为了以防大家混淆呢，我在左边放了米奇的卡片。右边呢，我放了米妮的卡片，各自代表爸爸跟妈妈。那我们现在直接来看结论哦，比较喜欢谁呢？妈咪这边我再出一张。那爸爸这边我也再出一张好了。OK， 那这一局我觉得是爸爸获胜。OK， 好，也许是刚才我的呼唤就是有效。OK， 那这一组是应该说，我们直接来看牌吧。OK， 爸爸给他的感觉是，他不需要防备，然后不需要小心翼翼，然后也可以，就是比较，好好的，可以跟爸爸交流谈话。那我们刚才有出一个补充牌，就是这个钱币9。钱币9呢，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就是是一个一般来讲我们都算的话，就会讲说是贵妇人或是很棒的职业妇女。那她很从容，然后很美这样子。那用在这个地方呢，我会觉得是说，爸爸会让他感觉到就是自己备受照顾，然后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有被听见的。而且，也许他想要学什么，或他想要什么，那基本上爸爸都是可以为他努力，那为他尽量争取。所以，我觉得这一局呢，爸爸是比较有优势的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妈咪这边哦，我觉得妈咪这边有点可惜，就他也不是不喜欢妈咪，而是说，
你看哦，这里有一个人，他后面有好多好多的想象，有没有？然后又加上这边圣杯，圣杯2，它是倒着代表，我觉得，会不会是妈咪你，可能会让小朋友想要让他学很多很多的东西，或者是，对他有非常多的期待，那可是并没有良好的跟小朋友日常沟通，就可能没有好好跟他聊聊天啊，只是随便的闲聊这样子。然后就今天在学校怎么啦？今天还好吗？那妈咪买了什么啊？那你有没有在学校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啊？或是你今天有没有看到什么啊？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你们会多需要聊聊天，多需要一点陪伴。那也许你对他有很多的期待，希望他学会很多的东西，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你可能好好跟他说，你是为什么会希望他做到这些，或者是真正的理由是什么？例如说，希望他可以更有竞争力啊，之类的。就是好好的跟他谈谈心，好吗？好，不然真的很可惜耶。我觉得妈咪应该是一个很用心的妈咪，那只是没有能够更良好的沟通，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建议。切到牌了，放这边。好，看一下妈咪的建议。OK，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哦。爸爸这边的建议是，我会觉得爸爸是不是有点太宠小朋友啦？或者是可能毛孩的话也是太宠。那我会认为呢，你可以，既然小朋友或是毛孩这么的信赖你，然后亲近你，那我觉得你应该要多跟小朋友聊一些，例如说可能就是例如说我们人际关系要怎么处理啊，或者是就教他多一点可能待人接物，或者是一些心灵上面我们该怎么样子让自己更强大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你可以跟小朋友分享。那毛孩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可能真的不要太宠，就是该有一些规范的时候还是要有的。OK， 好，那一样哦，就是小朋友不要太宠，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基本的规范，好吗？就是规矩规范还是要有的，因为这张是教皇，所以它其实在心灵层面的一个指导是比较着重。那希望爸爸可以多引导他，好吗？接下来我们看妈咪，好，那妈咪这边的话呢是圣杯10，那简而言之就是他很想要妈咪完全的包容，完全的一个爱，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妈咪有点可惜，就是我看得出来你非常的疼爱小孩，你也对他有很多的期待，然后希望他未来不要这么的苦，所以你才会希望他会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很多的具备很多很多的技能、能力之类的。可是我会觉得，
多抽出一点的时间，跟小朋友就真的好好的，就说他如果还蛮小的话，就真的好好的拥抱孩子，然后真的找一天就是没有要补习，没有要练琴之类的一天，那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家庭的陪伴。那我希望妈咪能够也不要这么的急着说要让小朋友学会太多东西。我觉得先好好的给他满满的母爱，满满的爱，好吗 ？OK， 那记得我们要多跟他沟通哦，好吗 ？OK， 好，那我们第3个选项的导读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拜拜。OK， 那我们今天的导读到此结束。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我是六花 Loka，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要开心哦。